你还有一个身份，你是西路天会的人，你跟随他到鄂尔多斯，其实你最终的目的就是等着万寿山。将军的想象力可真丰富。你不承认，不是事实，叫人如何承认？对于叛党，宁肯错杀不能放过。再说你身上有太多让人捉摸不透的谜团。说到让人琢磨不透，难道将军不是吗？你假传皇上圣旨，究竟受何人指派？你凭什么说我假传圣旨？你到底有何证据？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说我是西鲁天会的人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一定会抓住你的把柄。我也一定会找出证据，拆穿你的阴谋。不会，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你想怎么样？纳兰性德自称对皇上忠心耿耿，他身边却藏着一个西鲁天会的奸细。你说他知道后，杀以证清白，不杀以身殉情。无论他选择哪一点，都足以让他生不如死。紫烟姑娘，那你呢？我有问题要问你。问。你要杀我，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不动手？因为我一时动摇了。我下定决心追到这里，要取你的性命，却遇见你们被人追杀，遭人陷害。我突然不想要你的命了，我想看到你被人折磨，让你看着你的同门手足一个个惨死，让你悲痛欲绝，生不如死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要杀我？你们和尚命大，这么多人要你们的命，你们还能活到现在？我再不出手，你们很可能就逃了。我们的仇恨太深，我不得不报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个了断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我们有什么仇？不共戴天之仇。能称得上不共戴天之仇的，非亡国、灭门、夺妻、杀父之仇不可。我对你做过哪一条？你还没想起来吗？请姑娘再认真看看。你确定没认错人吗？千真万确。我自幼在少林寺习武诵经，从不曾招惹任何是非。如果你我之间真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不用你出手，我愿自刎赎罪。想得美！我要亲手杀了你！格伦将军，你这么大半夜的到我房间，不怕惊动纳兰将军吗？到时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我怕他吗？你叫啊，叫得越大声越好，让左卫大营所有人听见更好。你怎么不叫了？你真无耻！你们同为清朝将领，我不想纳兰将军因为我为难。你现在离开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你怕惊动他们，你不叫，我派人叫他过来，告诉他我来你帐篷的真实目的。我相信他会感谢我，帮他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麻烦。笑话！我怎么会成为纳兰将军的麻烦？你敢告诉他你在青楼之前的身份吗？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你不说，那我就提醒提醒你。没什么不能说的，只是这段记忆我甚少提起。我之前是个孤儿，无父无母。雨珠
同睡过一个棚下，与狗抢过一碗残羹。绝望时，也曾想过自杀。后来，遇到一个公子，以为从此有了依靠，却没想到，竟遭他百般凌辱，替他还债，卖到青楼。好感人的故事啊！你能骗过别人，却骗不过我。你爹明朝富商，一直暗地里支持反清复明的组织，后因朝廷通缉，四处逃亡，被万寿山救走。所以你的真实身份是西鲁天会的叛党。在将军眼里，是不是人人都跟西鲁天会有勾结？你不承认，到我刑部，我不信你不说。我承认，将军应该不是想抓我，否则不会独自来找我。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愧冰雪聪明，一点就懂。只要你乖乖跟我合作，我保证留你一条活路。将军太高看我了，就算我想配合，我一介女流，能做得了什么？这件事。
小小年纪，竟然练出如此的身手，能接我3招的人，我还没有见过，你是第一个。那是你还没有遇到真正的高手。用不着你来教训我。这几天我是怎么把你变成手下败将的？哼，今天我要杀掉你！等等，姑娘，我们不要再打了。我想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有何冤仇。杀掉你，我就解除了仇恨，我就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。一见面，你就要杀掉我，反复纠缠，又不置我于死地。现在你又要杀掉我，你到底想怎样？谢谢格伦公子，没想到你还真是个绅士。何以见得？八旗子弟，无非是一帮纨绔子弟。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。我不需要了解。姑娘，动手吧。我有点不想杀他了。你不是跟他有血海深仇吗？可是是你帮我征服了他，不是我自己的能力。我这样做不合江湖规矩。江湖规矩，你不杀他，他明天就会杀你。很多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。跟你说这些话的人都是老江湖，时机不等人，姑娘。把他们都给我带走。是。年轻人，清廷不仅夺走了我的女儿，又夺走了我的儿子。本将军的仇恨不比你小，而且只会比你更大。既然如此，万将军为何背叛大明，要投降青妖呢？我有我的计划，我有我的打算，而且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是你自己想不明白。爹，孩儿来救您了。仇清，得知您遇到了不测，所以一路赶来救您。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只是浑身没有力气。爹，我这就带你走。不要杀他，他是天地会派来的，不要因为我得罪了这个朋友，把他绑起来。孩儿来晚了，让您受苦了。只要你能来，爹就安心了。今天幸亏是有你，否则爹就真的是麻烦了。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浑身没有力气，需要恢复一阵。天地会敢于跟清廷抗争，本是个值得尊敬的朋友。我以为你们个个都是英雄，都是光明磊落的汉子，没想到也会用酒里下毒，这么下三滥的手段。他们也是因为怕我，才出此下策。我赶回天会，听说您当着众人的面宣布要跟随清廷的使者向清廷投降，我一路跟过来，发现护送您的人都死掉了。我就在想，我爹定是遇到了不测，所以马不停蹄的赶过来救您。你身边的五杀呢？怎么没有见到他们？对不起，爹，孩儿辜负了您的期望，我把他们都给弄丢了。这几个孩子，他们都身手了得呀，一般人是打不过他们的，就连那些和尚都吃过他们的亏，怎么就会弄丢了呢？你们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赶紧说。说完了，你们脖子上这2颗圆溜溜的大脑袋就该落地了。你要割了我们的脑袋？废话，不割你们的脑袋，我拿什么跟我的雇主交代啊？你的雇主是什么人？知道这个还有什么用啊？
你应该好好的想想，你这最后的一顿饭想吃点什么，更加实际。杀了我们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难道不知道你们这2颗脑袋值多少钱吗？没有天大的好处，又怎么请得动我出手呢？杀人害命赚来的钱，你用着能安心吗？你有这么高的武艺，为什么不去除强助弱，反而要杀人害命，干这伤天害理的事情呢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这就是我的道。我凭我的本事赚钱，既不坑蒙拐骗，又不强取豪夺，何来不义？怪，只能怪你们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。既然你们没有一言，那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路。杨老夫子，九泉之下，如果知道你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他一定会死不瞑目的。你说什么？杨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泯灭了人性，沦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他和他的夫人一定会非常寒心的。你认识我爹娘？何止认识，我还知道杨老夫子出身书香世家，一生勤勉学问，清廉刚正，府中有广博的学识。他举办善学，不管是贫富贵贱，广收弟子，传道授业，重伦理，懂操守。他的业绩和德行至今都在被人铭记。可是你却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你有辱杨家的门风啊！你既然认识我爹娘，那你应该知道他们是怎么惨死的。他们不应该那样死掉。他们老实本分，是百姓交口称赞的大好人，是德高望重的老夫子。可那又能怎样？官府大老爷的小舅子强占我家土地，欺辱我娘的时候，谁能帮得了我们？你能吗？你不能。我娘不堪忍受指指点点，服毒自杀。我爹拖着病体残身，拿着一纸诉状，从地方一路告到了京城。谁为我们主持过公道？你能吗？你还不能。后来我爹被遣送回乡，关进县衙的监狱里，被活活折磨致死。我去认领尸体，他们告诉我把尸体扔到了乱坟岗，他已经被野狗咬得只剩下残破不堪的半张脸。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多恨吗？我恨我年幼弱小，我恨我不能为我爹娘报仇雪恨。我们按照原定的计划，我带着他们5个去京城，趁着康熙给那些老头子开百扫宴刺杀他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。我也化妆成侍卫，成功的混进了皇宫，也把五煞装进了酒缸当中，带到了百扫宴上。既然都到了这一步，为什么还没有成功呢？康熙身边的确有很多的护卫，但是都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五煞也围住了康熙，我也把刀都架在这狗皇帝的脖子上。那为什么还会失败？少林寺的方丈，我万万没想到他会插手咱们这件事。少林寺的方丈？是啊，康熙不光请了那些老头子，还请了少林寺的方丈。我听闻，康熙在百扫宴上请的都是100岁以上的老人，但是康熙请少林寺的方丈干什么？难道他有100岁吗？都怪这个老和尚，不好好的在少林寺里吃他的斋念他的佛，反而来搅和我们的事情。这个老秃驴武功确实是了得，康熙身边那么多的护卫都被我们打的是落花流水，可是他一出来，即使是我跟五煞联手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么好的计划，都让他给搅和了。少林寺，少林寺，又是这个少林寺！天下之争跟他有何相干？夺走我儿子的这个账，我还没跟他们算呢，现在又来搅我的好事，我非灭了这个少林寺不可！又有那个老秃驴在，再加上五煞被制服，我实在没有机会刺杀康熙了。当时情况十分危急，我就只好丢下他们，自己先脱身了。你把五煞留给了他们？我后来去找过他们，发现敬亭并没有把他们抓起来，反而少林寺方丈把他们留在了身边。少林寺这个方丈成功的给我儿洗了脑，现在又想软化我精心打造的利器吗？爹，孩儿辜负了您的期望，还请您降罪。算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那方丈确实有些本事的，我以为康熙请的都是些爬不动的老骨头，没想到他竟然还留了一手，
还请了方丈，有他在，你们要是还能刺杀成功，那才是出乎意料呢。那时候我下山游历，等我知道消息赶到那儿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是我终生的遗憾，我没能救下杨老夫子和他的夫人。我当时听说你还活着，曾经四处找你，却始终没有你的消息。就算你当时找到我，我已经心如死灰。从那时候起，我不能相信任何人。我也终于明白人善被人欺的道理，于是我就坚定决心要做一个强者。现在我学得了一身的本事，没人敢欺负我。我也杀了所有欺负我娘、害死我爹的凶手，他们应该为我感到自豪。那你心里什么样的人才是强者呢？强者就是想杀就杀，永远欺负别人，不会被别人践踏。照你这么说，当年害死你爹娘的那些人都是强者了？他们算个屁强者，他们是畜生都不如的人渣。那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跟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你们不一样，都是图财害命吗？你欺负别人，是不是也和那些人欺负你的母亲一样？你要做的根本不是什么强者，而是恶人。你能得到什么？你能过得快乐吗？我能得到我想要的财富，拥有权利，我为什么不快乐？你迷失了本性，让你得到金钱和权利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杀光了你的仇人，可是你的爹娘可以活过来吗？活不过来。但是他们知道你已经成了杀人的恶魔，他们会多伤心呢！你有本事，为什么不实现你父亲的愿望，去帮助那些穷人，使他们不再遭受像你一样的苦难，去伸张正义和公道呢？闭嘴！不要再说了！你觉得痛苦，这说明你的内心还有良知。佛祖会原谅你，你的父母也不会怪罪你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没有错，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？和尚，你妖言惑语，我差点就被你蛊惑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小白虎，不要再执迷不悟，师父是在点化你。我哪儿冒出来5个不要命的小鬼？这么说，五煞现在方丈手里。这个方丈不仅武功了得，这嘴也很了得。现在落到了他的手里，可惜了。爹您放心，我后来偷偷的潜入过少林寺。这五煞看起来很怪，但是我相信，他们还是忠于天慧的。如此就最好了。你要看紧了他们，不能叫老秃驴对他们实施教化。我花了几年时间才打磨出来的力气，可不能让他给我教没了。爹不用担心，五煞是你一手培养出来的没有感情的武器，没有感情就没有心，没有心，哼！我看这个老秃驴怎么干话。万事都说不准呢。别人我不担心，但若是方丈，我就没有信心，相信他们不会重新长出心来。爹您放心，我一定看得紧紧的，不给这个老秃驴以可乘之机。你若是察觉到他们有任何的懈怠的话，就把他们给杀了。是。五煞，不要跟他拼硬功，用你们的速度和步伐组成五花阵型，扰乱他的注意力。为什么要住手？他要杀你！他只是一时迷失了心智，我相信他过了今天会重新审视自己，
重新做一个好人的。白可以变黑，黑不可以变白，好人可以变坏，坏人不会变好。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佛事，勿使惹尘埃。甘北虎的本性并不坏，只是让仇恨蒙蔽了他的内心，才会选择了错误的道路。只要服侍干净，放下过去，他会成为真正的强人。你真的相信我会改变？我从来都不会看错人。不杀，放开他。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，不能放。佛祖让我们度化众生，是让我们劝人们弃恶从善，而不是让我们杀尽一切罪恶。你们要是杀了他，就是以恶治恶，会变成比他更恶的恶人。算你命大，师父不让我们杀生，不然我们就把你五马分尸，还不快滚！方丈，你救我一命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保护师父！这样的必要，干北虎。我断的不是自己的胳膊，是一条沾满别人的鲜血，把我引向罪恶的利刃。断了它，从此就没有了罪恶的武器，就不能再为非作歹了。方丈，我向你发誓，我一定从善弃恶，做一个好人。阿弥陀佛，没有必要拿一只胳膊来出气。他没有错，错的是你的心。修炼就是要修心，存善念，走恶意，自然不会杀人。心有不良，就是没有四肢，也会祸乱他人。不管你闯荡江湖多少时间，不管你威名如何远扬，不管你杀掉多少人，记住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感谢方丈教诲，我会退出干天虎组织。不经历几次火的历练，成不了一块金子。你去吧，阿弥陀佛。我听说你要去京城向那个狗皇帝投降。周庆，爹有一事想要问你：这么多年，你恨过爹吗？爹，你为什么这么问呢？你是我爹，生我养我，我怎么会恨您呢？因为从小到大，我都只是把你们当作西鲁天会有用的利器在培养，却没有给你们过半点父亲该给予的关爱。我多么希望你们能像正常的儿女一样，而不是一出生就注定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。但是为了国家大业，也为了安定人心，所以我决定牺牲父亲这个身份，把你们培养成一个为任务而生的利器。我知道父亲为了一个理想，这个理想关乎了国家大业，关乎了千万被外族人欺压的大明百姓，这些远远比我们个人更重要。所以我不恨父亲，反而我甘愿成为父亲的利器，可以为了大明而努力。你能明白爹的苦衷就好。如果樱花也能明白爹的苦心就好了。你也不必太过伤心，樱花放弃了任务，就是背叛了天会，背叛就要受到惩罚。最让我害怕、最痛心的事，就是我所有的儿女都不与我同心，全都这么死了。我派樱花去刺杀康熙，他去了一趟中原，却被清人洗脑了，竟然回来以大势所趋来劝说我放弃反清复明。我培养了多年的女儿，最终不再与我同心，背叛我而死；而我失散了多年、盼望了很久的儿子，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。不与我同心的人，也死在了我的面前。唯一让我欣慰的是，老天总算还给我生了一个儿子，能理解我的苦衷，能够与我同心。您说的另外一个儿子，难道是上次我见到的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和尚？他也……难怪我当初一见他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我盼了几十年的儿子刚回来，就在自己的身边死了。你能理解为父的心有多痛吗？真是没想到，他竟然是我的弟弟。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爹，孩儿一直想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突然投靠大清？你相信爹真的会做叛徒吗？我不相信，在天会奉献了一生，奉献了自己一切的人
会背叛，只是决定太过突然，还是想弄个明白。仇庆，听爹的话，只要坚信你坚信的东西就好了，别的事不要再问。我知道了，爹。师傅，给我们下药，你们还敢回来？刚救了你，还想恩将仇报？一码归一码，说为什么给我们下药？我们一时贪玩。贪玩？我看你们是想要我们的命。不说实话，看我今天怎么好好收拾你们！师傅，救命！哎，你们5个不是都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只是开了个玩笑，谁知道师傅和师兄如此动怒，为了不挨罚，我们只好躲了起来，躲在附近等你们气消了再回来。得知师傅你有难，我们立刻赶来救师傅了。撒谎！是不是万仇卿让你们回来的？万大人已经不要我们了，他还要杀了我们。他为什么要杀了你们？因为在少林寺，我们受到师傅感化，心中有了慈悲，不肯听他人吩咐，随意杀人。万大人很生气，他要把我们全杀了，我们只好逃了出来。你们真的是逃出来的？万大人一找到我们，就会要了我们的命。师傅，就收留我们。师傅，您不能答应他们，我们已经被骗了1次了，小心有诈。乌沙，你们能够答应为师以后不再杀人了吗？坏人也不能杀。任何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杀人一命要入无间地狱。所以你们以后只能救人，不能杀人，可以吗？好吧，我们答应你们。为师会保护你们，不让任何人伤害你们。只要不让我们吃素，不限制我们行动，我们愿意一直跟着师傅。好，你们都起来吧。今天正好在庙堂，为师就给你们开课，讲一讲这佛法中的奥义。现在？是啊。不着急，改天再上吧。听闻佛法是每天的功课，你们连这个都做不到，根本就不是真心拜师傅为师的。我饿了，我们去吃东西吧。哎，别走！师傅，您看他们几个毫无真心，您怎么能够答应他们呢？为师是为了保护乌沙。难道您真的相信他们编的故事？故事嘛，也许是假的，但是他们已经被感化，心生善根，这应该是真的，否则他们也不会放过赣北虎。花开生两面，人生佛魔间，一念为佛，一念为魔。所以为师要教导他们不要误入歧途，避免成为下一个赣北虎。我们要进京，可这个时候五煞缠上我们，肯定有目的的。可他们进京干什么呢？也许是与皇上有关吧。难道他们是想刺杀皇上？有这个可能。他们可能是想依靠我们接近皇上，这一定是万轴卿的阴谋，也可能是天地会的阴谋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还要进京吗？要。京城虽然复杂，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去，否则会有更大的危险，就会犯下更大的错误。你来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那些和尚们？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您之前出了事，我一直都在担心您的安危。至于那些和尚，我没有留过心，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了，我们必须马上动身找到他们。爹，找那些和尚干什么？他们不是来抓您的吗？他们不是抓我，他们是护送我，而且我需要他们的护送。我有大事要做，我的大事离不开这些和尚。如果没有他们，那我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。仇卿，我们走。爹，天地会的人怎么办？他们虽然得罪了我，但看在是天地会的份上，我也不想杀他们。自然会有人救他们。年轻人，本将军不会因为你们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就要杀了你们。你回去告诉万总舵主，让他放心，我万寿山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大明的事情。以酒怀人，以酒念物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喝酒喝到什么时候才能喝死？喝酒只是一时糊涂，醉生梦死就是贪图那一点点的忘记。
哪能长醉不醒呢？若是喝酒能醉死的话，这世间上有多少人会拿喝酒的方式自杀呀？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或者若能醉死，是一种解脱。醉死在边塞的苍凉月色里，感受着孤独寂寞的灵魂从身体中一点一点地流逝出去，随着丝丝苦恼的回忆，结束我可悲的一生，岂不妙哉？但是喝酒喝得再醉，始终还有醒来的时候。将军今夜为何如此颓废啊？你是我心中的阳光，灿烂的希望，是我一生的梦想。你要是死了，那我的人生不就是一片黑暗吗？你们没有经历过大悲、大痛、大悟，你们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孤独。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舍而不能，求而不得，得而不失。于我而言，这3件事我都经历过。金钱、权力，我都不在乎。可是我出生将门世家，不管我多想舍弃，我都无法摆脱朝廷，必须倾尽一生为皇上效忠，此为舍而不能。我也曾雄心壮志报效朝廷，可是皇上他抢走了我的恋人，父亲贵极人臣，因为太子之争或朋党罪名被罢免职位，最后郁郁而终。我风华正茂，却只能困在这荒凉之地，郁郁不得志，此为求而不得。我从云端之上跌入泥沼之中，要不是有一个紫嫣舍而不得的陪伴，我早已一蹶不振。他曾经全心全意地把自己托付给我，我却不懂得珍惜，连一个将军夫人的名分都没有给他。直到他选择了和尚，我才发现自己活在这个世上，连一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了。此谓得而不失。二师兄，那个白衣少女究竟是什么人啊？她到底想帮我们，还是想害我们呀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我们这一路上竟遇到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。你说，这里是左卫大营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当成敌人呢？难道皇上不信任我们了？那也不至于要杀掉我们吧？我们为康熙爷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如果康熙爷要杀掉我们，我看真的是瞎了眼睛。只有回到京城，一切才会真相大白。可是我们现在被困在这里，怎么回到京城啊？说真的，因为他们是清兵，我们不敢动真功夫，所以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我本真心向明月，奈何乌云遮月光。正如我们此刻的处境，我们现在唯有相信纳兰将军，别无他法。纳兰将军真的能帮助我们吗？有文人书生的儒雅，又有武官将领的果敢，我觉得他是个讲道理、明是非的将军。我相信纳兰将军会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。那我们怎么才能让纳兰将军帮助我们呢？从纳兰将军和格伦就足以证明，这里的环境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。山谷里袭击我们的黑衣人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白衣少女的目的是什么？以及那个紫嫣的来路，还有皇上此刻的心情，西鲁天会和天地会的关系，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神秘失踪，究竟是谁设立这样的局，控制这一切？太子和整个事件到底有没有关系？哎，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我脑袋都快炸了。二师兄，有你脑子里这么多为什么，一定会有个结果。我相信你能。这一次，我们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。您没有了紫嫣姑娘，您还有我们呢。是啊，曾经也跟我说过生死相随，到头来还不是离我而去。我已经听够了誓言，厌倦了猜测别人话中的真真假假，反而是哑巴和尚，不需要只言片语，倒成了我这么多年来难得的一个知音。如果不是他抢走了紫嫣，或许我会真心当他是我的朋友。可是天意弄人，为什么他跟紫嫣偏偏是夫妻？其实仔细想想，我有什么好？一个被放逐的将军，家族败落，亲人散去，空有抱负但无处施展，放浪形骸，饮酒作诗。恋人知己一个一个的离我而去，
除了孤独和酒，我的心目中什么都没有。哑巴和尚抢走了将军的女人，让将军难受，那我就杀了哑巴和尚！我要把所有的和尚都给杀了！紫妍姑娘背叛誓言，移情别恋，伤了将军的心。是伤了，让将军失去活下去的勇气。我要去杀了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你说的没错。他们一个背叛誓言，一个横刀夺爱，我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。既然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做的？我一定要杀掉和尚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精湛的武艺，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。悠久的历史，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。千年的古寺，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路，人人都向往。